有人说，香港是一座巨大的片场，在这里，每一条街巷都藏着一个故事，每一盏霓虹灯都曾照亮一段传奇。今天，我们跟随着镜头，重访这些熟悉的电影场景。抵达香港的第一天，其实并没有安排拍摄计划，原本只是想随意在街头走走，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节奏。没想到，竟在闲逛中意外邂逅了第一个电影取景地——铜锣湾一期广场。既然缘分到了，那就拍吧。这里正是《古惑仔之人在江湖》结尾的经典场景。陈浩南在此接过话事人之位，正式成为铜锣湾扛把子。拍摄结束之后，我们准备去找点乐子，于是来到兰桂坊小小放松下。作为香港夜生活的标志性地标，兰桂坊浓缩了这座城市的喧嚣与浪漫。第二天中午，我们先去打卡了网上超火的华草冰室，门口果然排着队，人气真旺。在室内不允许戴墨镜的，被人家打的呀。落座后点了几样招牌：菠萝包、猪扒面、叉烧饭。结果吃完，只想用2个字总结：失望。叉烧的腥味重到什么程度？我咬下一口，闭上眼，仿佛觉得自己没坐在餐厅，而是直接骑在了一头没洗澡的公猪背上。可能是 UP 嘴太刁，总之没吃完。饭后，我们转场到了潭岛咖啡饼屋，这里正是电影《月满轩尼诗》里的经典取景地。在片中，这家老派咖啡店是阿来和爱莲的秘密基地，一个逃离现实安排、卸下身份包袱的温柔角落。在这里，他们不再是被家庭推着走的相亲工具人，而是2个能彼此倾听、互相取暖的普通人。路上，我们偶然遇见了一位俄罗斯街头艺人，他弹奏着《重庆森林》里那首标志性的《California Dreaming》，而我们要去的恰好就是这首歌在电影中出现过的地方——中环半山扶手电梯。这条扶梯全长大概800米，由20段自动梯和3段平路串起来，爬升135米，是全球最长的户外有盖扶梯系统。但对影迷而言，这座扶梯不仅是连接中环与半山的交通工具，它更是阿飞与663无数次擦肩而过的背景，是2人视线偶然相接的走廊，是王家卫镜头里一段孤独与心动并存的城市诗篇。紧邻半山扶手电梯，我们很快来到了波店乍街石梯。波店乍街又叫石板街，是中环一条有100多年历史的老街。整条街用花岗岩石板铺成，一路向下延伸，很有老香港的味道。走在这里，仿佛连时间都慢了下来。这里正是电影《文雀》齐哥和珍妮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这场戏中，齐哥站在路上拍照，就在他按下快门的瞬间，珍妮恰好闯入镜头，一个经典的回眸，让齐哥忍不住连拍了好几张。而在现实中，我们同样站在波店乍街，为3位前来游玩的女大学生按下快门，说不清是和老街有缘，还是和这部电影更有缘，仿佛时空发生了重叠。接下来，我们马不停蹄，其实是蠕动着赶往都爹利街，途中目睹了一场车祸。怎么说呢？这里的路窄到什么程度？大概就是2辆车擦肩而过时，司机能顺便互测个心跳。很顺利，我们找到了电影《喜剧之王》中的经典场景——都爹利街煤气灯楼梯，位于中环，是香港少数还保留着19世纪煤气路灯的地方。电影中柳飘飘穿着学生制服从石梯上小跑下来的清纯形象，至今令人难忘。结束了5站拍摄后，我们乘坐天星小轮跨越维港，去往尖沙咀。在海港城闲逛的时候，恰巧遇到了电影《寻秦记》的相关展览。这部电影我们刚刚做完新片闲扯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我们频道内看一下。夜色降临，我们来到了香港最繁华的尖沙咀，绕着 K11艺术馆寻找下一个电影场景。我们一边对照电影截图，一边在街边反复寻找比对建筑，最终找到了电影里的那个拍摄视角。这里正是夺命金结尾处，阿豹与特丽莎城命运交错的地方。阿豹第一次走进雪茄店，买了4眼龙最爱抽的那款，
想尝尝有钱人的感觉。特丽莎乘着拿着甜筒走出银行，难得放松，享受属于自己的片刻。两人在香港街头擦肩而过，带着各自的命运和秘密远去。不知不觉间已经走了3万多步，身体虽然很疲惫，却阻挡不了我们继续探寻电影场景的热情。很快，我们找到了电影 PTU 中出现的通力琴行。这家琴行创立至今已超过70年，它不仅代理全球众多顶级乐器品牌，是全东南亚规模最大的乐器经销商之一，更是许多香港人音乐启蒙的地方。影片中，展哥与队员在琴行边的巷子里教训完小混混后，从容走出，继续在夜色中巡逻，寻找肥沙丢失的枪。这一幕就发生在香港这座音乐地标附近。原本以为可以再坚持一下，上一站结束后实在走不动了，赶紧打了个网约车赶往下一站油麻地警署。这座建于1922年的历史建筑，曾是香港电影的经典取景地之一。告诉大家一个新发现，如今它已有了全新的身份，变成了一座充满情怀的光影展览馆。尽管建筑的属性几经更迭，那份厚重的历史感却始终未曾褪色。无间道、半支烟、尖峰时刻2等故事在此上演。电影黑社会中拿到龙头棍后的阿乐势在必得，亲自前往油麻地警署保释大帝，想招安这位对手。警署门前，阿乐身穿行政夹克，气场十足，胜负在这一刻其实早已分明。结束完江湖权力斗争，我们转身就扎进了庙街的烟火。这条和弥敦道平行的老街有个更生猛的外号——男人街。摊档、叫卖声、闪烁霓虹搅拌在一起，就是最地道的香港市井味。电影《半支烟》里，患了老年痴呆的豹哥从巴西回到香港，揣着半支珍藏了30年的香烟，想在忘记一切之前再见舞女阿南一面。而少年烟仔的母亲则日复一日坐在庙街，试图从茫茫人海中辨认出那个只有半支烟缘分的男人模样。你看，庙街的夜晚装的不只是打打杀杀的传说，更多是这些普通人的执念、等待和忘不掉的情谊。第3天早上，我们动身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——香港皇家游艇码头。一路上阳光洒在街道上，空气清爽，与昨晚霓虹闪烁、热闹喧嚣的街头相比，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香港皇家游艇会成立于1849年，历史相当悠久，是亚洲颇具影响力的游艇会之一。在电影《误判》中，这里也是主角霍子豪少有的温情时刻。他推着年迈的父亲，沿着海边慢慢散步，话不多，却能感受到深藏其中的牵挂。这一幕，他不再只是执法者，而是一个普通人。3天的行程眨眼就过，虽然疲惫，但当真正站在港片里那些熟悉的场景，一切都值了。跟随着镜头，在电影和现实之间完成了一次次穿越，过足了戏瘾。幸运的是，由于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，很多历史建筑和街道能够大概率得以留存。作为80、90后的我们，港片是伴随我们成长的不羁伙伴，而如今我们有机会能够亲眼所见、亲身经历，那一份感受确实是无法用太多言语形容。本期光影寻踪特别节目到此结束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。你的一键订阅呢，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。我们下期再见。